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健康之道，我是吴玉安。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跟每个人钱袋子息息相关，而且迫在眉睫的话题。2026年，美国的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的大洗牌，很多我们以为很稳固的东西，可能已经悄悄出现了裂缝。你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放在哪里才能真正安枕无忧？今天我就要为大家揭秘，在当前这个充满变数的时期，真正最安全、风险最低的5家银行是哪5家？这些银行是连投资眼光以毒辣、保守著称的股神巴菲特都敢重金押注的地方。他们的经营风格稳如磐石，经历了无数次经济周期的考验，拥有最雄厚的资本和最严格的监管。把你的血汗钱放在这里，你得到的不仅仅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那25万美元的赔付额度，更是这5家银行自身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和百年信誉所构建的第2重甚至第3重保障。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屏幕前的你帮个忙。如果你觉得健康之道这个频道能为你守护财富、穿透迷雾，提供一点点真知灼见，请务必伸出你的手指，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再帮我点个赞。你们每一个小小的支持，都是我持续为大家挖掘真相、输出干货的最大动力。首先，我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和大家彻底讲清楚一个最基本，但恰恰是绝大多数人都存在误解的概念：到底什么样的银行才叫安全？我们普通人选择银行，标准往往很朴素，要么看方便，哪家网点离家近，手机 APP 好用，要么看利息，哪家给的存款利率高，哪怕是高出 0.1%， 都愿意把钱转过去。更有不少人心里有个底牌，觉得反正有 FDIC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险兜底，每个账户保25万美元，银行倒闭了政府赔，所以选哪家都一样，不用太操心。朋友们，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么吴玉安必须非常严肃地提醒你，这个想法存在巨大的误区，甚至可以说有点危险。FDIC 确实承诺赔付，这一点没错，但你是否仔细想过，银行倒闭后拿到赔偿的这个过程，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和折腾。你的账户可能会被立即冻结，这个冻结期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在某些复杂情况下会更长。在这段时间里，你的钱是取不出来的，可日子还得过啊。房贷扣款日到了怎么办？车贷怎么还？水电煤气费怎么交？工资打到这张被冻结的卡上又怎么办？这一连串因现金流中断而引发的连锁麻烦， FDIC 是不会替你承担的，他们只负责最终赔付那笔钱，而中间你因为断供产生的信用污点，因为生活停摆产生的巨大焦虑，都得自己消化。所以我们选银行不能只看有没有那张保险单，更重要的是要选一家从根本上就很难倒闭的银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才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的态度。那么什么样的银行才叫根本不会倒？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得好好学学巴菲特老爷子的思路。他选银行从来不是看谁给的股息高，而是看谁家的护城河挖得深，商业模式最稳健，抗风险能力最强。银行的生意本质是风险管理的生意，他们以较低的成本吸收存款，然后以较高的利率贷出去，赚取息差。这个模式听起来简单，但核心风险在于贷出去的钱万一收不回来怎么办？比如现在那些空置率很高的商业地产，开发商还不上贷款，就成了银行的坏账。如果一家银行账上堆满了这种坏账，那储户的钱就悬了。真正顶级安全的银行管理层思考的不是今年如何让利润暴涨、股价翻倍，而是在想，假如明天就发生经济大萧条，我们能不能活下来？他们会预留远超监管要求的救命钱、资本金，会把贷款分散到各行各业，绝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宁愿少赚，也不去碰看不懂的高风险业务。这种稳健到保守的风格，恰恰是金融风暴中最珍贵的品质，也是我今天筛选这5家银行最核心的标尺。铺垫了这么多，我不卖关子了，直接上干货。我是用下面这几把尺子，在几千家美国银行里反复衡量，才选出这5家的。第一把尺子，看资本实力，就是看银行自己的老本够不够厚，能不能抵御巨额的意外亏损。第2把尺子，看资产质量，特别是商业地产这个大坑，谁陷得深，
谁就危险。第三把尺子，看存款结构，要找客户忠诚度高、存款稳定的银行，而不是靠高息吸引来的墙头草资金。第四把尺子，看管理层，是稳健的马拉松选手，还是激进的赌徒。第五把尺子，看系统重要性，是不是大到不能倒，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在关键时刻必须出手。基于这些严苛的标准，我们先来说这第一家，也是公认的带头大哥摩根大通银行 JPMorgan Chase。 这家银行在业内的地位可以说是泰山北斗。根据2026年一项基于全美上万名消费者调研的最受信任零售银行排名，摩根大通高居榜首，这已经是他连续第7年获此殊荣。为什么他能排第一？首先，家底实在太雄厚了，它的核心资本比率远高于监管最低要求。这就好比要求你家里备1桶水防火，他直接备了一个游泳池。其次，他的业务极其多元，虽然也有商业地产贷款，但相对于它庞大的总资产规模，占比很小。即便这块业务出现问题，也完全伤及不到它的根本。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掌舵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当别的银行纷纷倒下，摩根大通却因为一贯的谨慎，手握大量现金，趁机低价收购了陷入困境的同行，实现了逆势扩张。近年来的几次地区性银行危机中，我们也总能看到他受监管机构之托出面接手。大家仔细品品这个逻辑，有能力和资格去救火的银行，自身一定是最防火的。把钱存在这里，你的钱就相当于请了最强悍的保镖，而且它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是真正的大而不能倒。它的安全性早已超越了 FDIC 那25万美元的上限，因为它本身就是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石之一。第二家最安全的银行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这也是股神巴菲特的心头号，是他的重仓股之一。虽然最近新闻说巴菲特调整了一些仓位，但大家千万别误解，那是投资组合的动态管理，跟他是否看好这家银行的长期稳健经营是两码事。对我们储户来说，要看的是它的体制。美国银行的存款基础接近2万亿美元，而且绝大部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和小企业的日常结算资金。这种钱有什么特点？粘性极高，你的工资卡、房贷扣款、水电费代扣都在这里，你不会因为别的银行利息高一点点就费尽周折的全部搬走。这种习惯性存款在市场动荡时异常稳定，不会像大机构的资金一样闻风而逃。在风险控制上，美国银行也是出了名的严格，它的贷款审核非常严谨，这保证了它的资产质量，坏账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每次金融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出现小型银行挤兑时，恐慌的资金反而会像避风港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这样的大型机构，这就叫避险效应。市场越乱，它越稳，存款反而越多，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安全正循环。第三家是花旗银行 Citibank。 看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惊讶，吴玉安，花旗银行前几年不是老是传出管理混乱、被监管处罚的消息吗？没错，他过去确实因为全球业务战线拉得过长，在管理上出过一些问题，但正是经历了这些阵痛和整改，现在的花旗银行正在走一条化繁为简的道路。它正在积极剥离非核心的国际业务，更加聚焦于能够创造稳定利润的优势领域。这种战略收缩本质上是在主动加固自己的护城河，把资源集中在风险更可控、盈利能力更强的业务上。而且请不要忘记，花旗银行同样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是大而不能倒俱乐部的一员。它庞大的体量和全球化的网络尽管在精简，依然是其深厚的底蕴。在2026年的消费者信任度调研中，它也名列前茅。对于储户而言，一个经历过挫折，正在监管和市场的双重注视下努力修正方向的巨头，其安全边际反而因为备受关注而变得更高。它的资本实力足以应对当前的挑战。第四家，第一资本金融公司 Capital One。 这家银行可能跟大家传统印象中的银行有点不一样，它最初以信用卡业务闻名，但正是这种独特的基因，造就了它强大的科技能力和对消费者数据的深刻理解。在2026年的信任度排名中，它高居第二，
仅次于摩根大通。为什么它安全？因为它成功地将自己转型为一家以数字驱动为主的现代金融服务公司。它的存款来源和业务模式非常聚焦，主要围绕个人消费金融展开，业务逻辑清晰。在风险控制方面，第一资本利用其顶尖的大数据和分析能力，能够对信贷风险进行极其精细化的定价和管理，这避免了传统银行在风险判断上凭感觉的弊端。虽然它不像前几家那样是全能型银行巨头，但它在自己所深耕的领域里做到了极致的安全和高效。对于看重数字体验、业务清晰的储户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扎实且现代的选择。第五家可能有点出乎意料，它是道明银行 TD Bank， 这是一家源自加拿大的银行，但在美国东北部等地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密集的网点，被誉为美国最方便的银行。在风云变幻的2026年，为什么这家区域性色彩浓厚的银行能上榜？核心原因在于其极其保守和稳健的文化。加拿大银行业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洗礼而几乎毫发无伤。全球闻名，道明银行将这种稳健基因深深植入了其美国业务中。它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干净，对高风险资产的涉足很少，资本充足率始终保持在高位。它的经营策略非常清晰，不盲目追求规模和市场份额，而是深耕已有的社区，提供优质的线下服务，积累稳定的客户关系。这种小而美、稳而精的策略，在市场狂热时或许显得增长缓慢，但在市场下行时却是最可靠的避风港。对于那些看重社区服务、面对面交流，同时又对资金安全有极高要求的储户，特别是东北部地区的朋友，道明银行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安全选择。说到这里，肯定有朋友会问，那富国银行呢？摩根士丹利、高盛呢？这些不都是大名鼎鼎的银行吗？我来解释一下。富国银行过去几年深陷丑闻，虽然也在整改，但其重建信任之路还比较长，在最新的信任度调查中排名也相对靠后。对于追求极致安全的我们来说，暂时可以先观察。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主要是投资银行，服务于大企业和机构，他们的零售银行业务并非核心，对普通储户的重视程度和服务的全面性，可能不如上面这5家以零售和商业银行业务为根基的巨头。朋友们，我们普通人保护自己的财富，真的需要一点巴菲特的智慧。他几十年来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寻找那些拥有宽阔护城河的企业。在银行业，最深的护城河就是客户无法替代的信任、多元且稳健的业务，以及在极端压力下依然能存活下来的资本实力。我为大家梳理的这5家银行，都在不同维度上拥有这样的护城河。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它们增长不够快，存款利息不够高，但是一旦真正的金融风暴来临，当那些根基浅薄的银行摇摇欲坠时，你就会发现，这些地基打得最深、墙体砌得最厚的堡垒，才是你财富最坚固的防空洞。最后，我再补充一些非常关键，也是大家在实操时最容易纠结的细节。这部分内容能帮你省去很多跑银行的麻烦，避开一些隐形的坑。第一个纠结是人情陷阱。很多朋友会说，吴玉安，我现在这家社区小银行的客户经理小王人特别好，逢年过节都问候，我去办业务咖啡点心伺候着，几十年感情了，把钱转走是不是太不近人情？各位，在金融安全面前，最要不得的就是谈感情。你要明白，小王对你的好是他的工作和服务，这很好，但他决定不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更填补不了可能出现的巨额坏账窟窿。当危机真的来临时，银行大门一关，小王自己也自身难保。那杯免费的咖啡和每年的挂历，在银行的偿付能力面前一文不值。把钱转到摩根大通或美国银行，柜员可能不认识你，但你的钱买到的是这个世界动荡时期最稀缺的东西——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你的钱永远在那里，随时可以支取，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负责和人情。第二个纠结是具体怎么搬家，千万别提着几十万现金满街跑。最安全的方法是使用银行本票 Cashier S Check。你在旧银行销户或做大额转账时，直接要求开一张以你自己为收款人的本票，这张票据等同于现金，
但安全性高得多，你拿着它去新银行存入即可。如果是网上转账，要注意各家银行的每日转账限额，可以提前去柜台申请临时提高额度，或者分几天操作。记住，操作过程合法合规，转账理由如实填写资金整合或储蓄规划即可。第三个，也是最普遍的纠结，利息。没错，像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这些巨头的普通储蓄账户，利息可能低得可怜，而那些急需存款的小银行却能给出 4% 甚至更高的诱人利率，这怎么选？我的建议是，请你把这中间的利息差看作是为你毕生积蓄购买的安全保险费。你每年为房子、车子买保险，花几千块买个安心，即使意外没发生，你也觉得值得。现在你只是少拿一点利息，就为你所有的存款本金买了一份机构不倒的终极保险，这笔账难道不划算吗？当然，如果你既想要大银行的安全，又想获得不错的收益，也完全有办法。你可以在这些大银行开户后，不要把钱傻傻的放在活期账户里，你可以通过他们的平台或理财顾问，便捷的购买货币市场基金 Money Market Funds， 或者美国短期国债 T-bills， 特别是国债，它由美国联邦政府信用背书，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安全资产之一，而且利息收入还免州税。这样一来，你的资金本质上依然在大银行的安全体系内，却能够享受到接近市场水平的收益，真正做到了鱼和熊掌兼得。总而言之，朋友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2026年，主动而为就是最好的防御，不要等到危机真的降临才后悔莫及。现在就审视一下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你的钱住在哪里。如果它不够安全，那么搬家就是你当下最应该做的重要决定。听见了不代表做到，只有行动起来，这些知识才能变成守护你财富的真正力量。如果你觉得吴玉安今天的分享帮你拨开了迷雾，看清了方向，请一定点赞、转发出去，让你关心的人也看到。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现在把钱放在哪家银行，有没有打算调整。我是吴玉安，我们下期再见。